王思聪肆无忌惮地鄙视杨紫的长相，杨紫6个字霸道回应，公众配偶惊呆。王思聪虽然不是媒体人，但以他认为得罪任何人的嘴巴，被称为媒体纪律审查委员会。被他公然斥责的巨星有这么多。今天要说的是大名鼎鼎的小花杨紫，她没救，王思聪也不讨厌可怕，却回答了6个字：霸道至极。小明星杨紫被介绍后就没有继续拍了。上大学后，她凭借《亲爱的真爱》将她的演艺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更重要的水平。回想杨紫以往的作品，从《家有儿女》中的夏雪，到曾经火热的《邱莹莹》和《献给幸福》中的杨紫，都不是令人惊喜的惊喜。就在这时候，杨紫也将自己的事情赚了出去。杨紫毕业后有戏。首领觉得自己不够可爱，这才导致工作被取代。杨紫也经常觉得自己的长相不够讨人喜欢。我不确定，但后来我稳步改变了他。之前热情的欢迎邓伦，后来又迎来了被网友亲切称为红楼男的李现。尽管王思聪不礼貌，但绝大多数人实际上是不敢站出来的。综合来看，他是王健林的孩子。在电视剧《诛仙》中，当他发现杨紫饰演陆雪琪一角时，网络上更是一片骂声。的确，就连富二代王思聪也站出来表示，杨紫想都不敢想。王思聪吐槽杨紫是个怪物，杨紫回答了6个字：你真帅。之后大怒的王思聪在网上展开了一场惩戒大战。片刻后，杨紫被评价，问他对王思聪这番言论的思考过程。杨紫说实话，既然演技不合理，那我以后就继续硬着头皮出去吧。这个回答让王思聪一头雾水。02沉香如片中杨紫和程毅的联系你看懂了吗？他仍然是沉重生活后的减压珍品，你可以哭泣、窃笑、感动、痛苦，没有肆意。就在这些明显轻信荒谬的情节中，任何时候压抑的情绪都可能毫无保留地流淌。子熙与恶神横琴的亲近。为了横琴的使命，子熙与恶神确定了一个近在咫尺的世界。横琴说：你第一次踢桶，我没有多想，我有我的天职，但你第2次离开时，我三思而后行。我认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个人都应该被你覆盖。阴险的神明确定要救子熙，却没有改变子熙的眼光。显然子熙回到了横琴身边，为横琴第2次转了过去。横琴说：当我统治3域时，我相信3域应该意识到你是我的，我相信3域应该改变原则。不过子熙到现在已经转了2次了，他不敢相信横琴的话会得到满足。2次穿越，他经历了天谴，也经历了撒旦的处决，但他和横琴却生活在一个沉闷的世界里，经历煎熬。或许万一被横琴控制了，或许子熙也没有机会让他小亏天了。这个人会为了他的目的放弃你，或者让你变成他的棋子，不管他的目的是否实现，他其实另有原因，他的倾向不会改变。在他的现实中，他的志向和职业会改变，不断地开始做事。目前是，并且将从现在开始。你的处境，你的奉献是永恒的。改变2个人之间的联系也很麻烦。他会利用你的第1次，会有第2次和第3次。更何况，这个人的想法没有变，你的苦修未必能挽回他眼中的一滴孤泪。他只会低估他，只会考虑自己。杨紫和程毅，3个性格迥异的深邃之旅。杨紫有趣地跳出了人间，选择了对程毅的感情消散。程毅同样在帮助杨紫渡过大意的水路，忘记了过去。第2段的远行，程毅选择不做先锋，而是同样陪着杨紫。不过，在恢复记忆之后，当他回到各自的岗位上时，程毅却自己的桎梏、阿修罗和尊尊的无尽处所带来的使命和义务都无法摆脱。尽管程毅一遍遍地表达自己的心声，但杨紫却是控制住了，因为在他跳入人界的主体部分，他意识到这种关系是没有意义的。不管他是不是在战，不管真情实感，他还是选择了现实，需要去掉这份爱慕，但为了救程怡，他无论如何都会舍弃自己，一直陪程怡一起战斗。更何况走到最后，他还对着程毅哭着喊着，继续说着求你。
他抓住了自己的目标，但他也明白目标改变不了事实，无论它是否有限，它最终都不会结束。在停止中，它变得不再完整。现实也是如此，毕竟诚意还是会成为他选择的公司。纵然面对杨子卑微的祈求，他却毅然为所谓的3界和平做出了牺牲。没有诚意，杨子也将于墨收了起来，根本不在意于墨的哭声，而是选择了和诚意一起往后退。03，肖战陷入舆论漩涡，与经纪人的恋情传出绯闻。好在爱好者们已经足够清醒了，人的名声对肖战来说再合适不过了。今年中秋节，除了吃月饼，网友们吃瓜也很火爆，而这位瓜主明显变了一个人。然而肖战却随着节奏被骂，莫名担忧，又被怀疑无证，真是惨不忍睹。经过一整天的猜疑和谩骂，新的爆料浮出水面，肖战也随之澄清了自己的疑虑。然而一波又一波悬而未决的事情，却传出肖战与上司张晋进行了一次难得的约会。这并不总是第一次这样的新闻，但它仍然让人们非常恼火地看到它。说实话，肖战改装过无数代言人。当经纪人成为王立伟的搭档时，曾有传闻肖战与该男子发生了奇怪的约会。和于婉琴搭档的时候，据说肖战和她有过假约会。而现在张晋又被这样的传闻揭穿了。无论是肖战本人，还是他身边的工人尸体，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。但好在，面对如此铺天盖地的谩骂，彼得潘却出奇的清醒。他们现在不再单纯的站在反黑的最前线，而是主动要求肖战工作室起诉那些虚假言论。刚刚完成。然而，肖战虽然深陷舆论漩涡，但在13号正式推出代言产品，成为安热莎品牌代言人，这也是肖战口碑和持货能力的一次普及。同时，目前肖战的体面代言，至少可以说明肖战的职业已经不再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，彼得潘也不会再让他失望了。在停止时，这远非等价的句子，清洁的人必须清洁自己，并且互联网并不总是法律之外的区域。04，明星付费删帖载体被查，影视编剧称上市声明，言论附近直指肖战。已查处提供有偿删帖贡品的名人50余人，涉案数量达1000万。这种形式的元素显然已经进入了新的搜索列表，并且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。50位艺术家是谁？值得一提的是，影视编剧王海林在网上发文呼吁上市声明。在王海林言论附近，看客与肖战讨论，没有任何证据，谣言是不能容忍的。建议影视编剧王海林就明星付费挂载删除载体被查的现实发表评论，呼吁对上市的体面说法，以同行看相关明星是谁。紧接着，在王海林这句话附近，你可以相信内容是什么？各色各样的肖战黑粉齐聚一堂，纷纷表示自己可能是通过肖战的方式前往的客串明星。对肖战来说，现在肖战的职业提升已经不受影响了，再加上维权一直在路上，发烧友和路人的手段现在都不会被激怒了，为什么要花钱做这种元素？你认识到，如果你使用你的大脑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从结果来看，肖战不断被黑，谣言和诽谤事件层出不穷。这就是肖战花钱删帖的结局吗？怕删了寂寞。总之，现在已经不足为奇了。肖战人气爆棚，很多事情都牵扯到肖战，这太清楚了，无法理解，因此现在不再令人惊讶。在这里，我只需要强调一个因素：不管你如何诽谤和伤害肖战，肖战的进步最简单的就是越来越高。归根结底，肖战是一个有效的机构和名副其实的奇妙偶像。肖战有清白的道德感，从不惧怕任何传闻。要打败肖战，根本不可能。只是一个嗨的形象，肖战坚守着自己独特的初衷，勇往直前，坚持交出顶级作品。